难道就不好奇王林的儿子王平明明此生不能修道，且一点实战能力都没有，而咱麻子哥也是答应过对方不会参与王平接下来的人生轨迹。那么王平又是如何在短短的30年内便建立出一个称霸整个冉云星的凡人帝国的呢？要知道，即便是凡人界，上面也是有着身为修士的仙人所掌管。像当初麻子所生活的赵国，其上便有着身为元婴大能的腾化元管辖。作为罗天星域的冉云星，自然也不例外。而连个修士都算不上的王平，他又是怎样以一介凡人之躯做到的呢？其实看看后来王林送给王平的3样大礼，你或许便会明白，即便王平想要成为整个冉云星的老祖，都是轻而易举的事，更何况仅是一个凡人界当中的帝王了。众所周知，由于王平乃是一个元婴的缘故，王林想要让其再入轮回，或者跟李木婉一样放入天逆珠内，等待日后有实力将之成功复活的话，就必须得将其身上的怨气给全部去除干净。而王平此生也是绝对不容许修行的，因为一旦如此，他便会彻底的烟消云散。王林带着王平开启2次化凡的目的也很明确，那就是通过感受这人世间的烟火，希望能够以此化除王平灵魂深处的那最后一丝怨气。因此王林先是带着王平在冉云星的落月村过了19年的平凡生活，后面8年则是带其领略冉云星的大好河山。接下来王林便带着王平定居在一处名为齐水城的繁荣城市，并买下一处豪宅。平儿，19年的平凡生活，8年的山河之貌，接下来我给你30年的富贵。人的一生喜怒哀乐你要全部知晓，富贵贫穷也是如此。爹，这便是不让我修道的补偿吗？是的，既然爹不让我修道，那我便要成为凡人中的至尊。我不要唾手可得的至尊，我要的是自己打下。可以。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，王林因为担心王平的安危，终究是食言了。作为从一个凡人成长到如今的问鼎大能，麻子又何尝不知这其中的困难程度呢？因此在王平临行前，王林便送给了他3样大礼，准确的来说应该是2种，因为最后一种乃是麻子的附带光环。第一份大礼便是王平后来的老婆，也就是实力达到元婴修为的青怡。此女原本是冉云星孙家的一名筑基弟子，当初王林父子初入齐水城时与其相遇，当时青怡的师傅欲要对身为土包子的王平出手，青怡的好言相劝，让王平对其有了一丝爱慕之情。而王平那继承了柳眉绝美容颜的长相，也是让的青怡有些小鹿乱撞。只不过这里他2人并未捅破那层窗户纸，可作为过来人的麻子又何尝不知呢？因此在王平欲要独自外出历练时，王林便承诺青怡，只要对方守护王平一甲子，便给予其一身元婴修为。而青怡自然也是答应了麻子的请求，毕竟他本身对王平便有着很大的好感，有着身为元婴修为的美女保镖一路相伴，王平那是一路势如破竹。短短10年便成立了一个名为天行派的庞大组织，随后的1年更是吞并了一个名为地山国的国家。如今冉云星的凡人界上已是形成3足鼎立的场景，他们分别是王平的天行帝国与大秦以及陈云2国。但接下来想要吞并这2大帝国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，并且人家2国那是联合起来共同针对王平，因此天行帝国在这种情况下那是节节败退。这个时候麻子送给王平的第2份大礼便派上用场，他就是拥有阴虚实力的傀儡。当初王平离开时，麻子便将此傀儡融入到王平的影子内，所为的就是在后者遭遇危机时能够及时出手相救。因此每次当王平亲自御驾亲征时，其余2大帝国的部队皆是兵败如山倒。咱讲话了，有这么一个阴虚傀儡，你别说是在凡人当中称霸，就是你要当整个冉云星的老祖都没有问题啊！毕竟彼时冉赵孙3大家族内的最高战力，仅剩下了一个实力达到鹰变后期的孙家副家主孙启明。至于孙家家主孙兴，他在麻子的帮助下仅是恢复至鹰变初期，且由于当初的那场大战，目前孙兴已经是半隐居状态了，连一个问鼎修士都没有的冉云星，阴虚傀儡岂不是如同虎入狼群般嘎嘎乱杀？但此傀儡也不过是在对方遇到生死危机时方才出手，他并不直接听命于王平的命令。后来3大帝国之间的频繁交战，很快便激怒了冉云星背后修真家族的出手，没有任何背景势力的王平，自然就不如有着3大家族所撑腰的2大帝国了。而这个时候麻子的第3份大礼已经到账，那就是王林曾凭借一己之力覆灭幻家，以及如今这3大家族能够存活到现在，全是仰仗这王林威名的缘故。当初麻子与王平定居齐水城时，孙家的副家主孙启明便误打误撞地知晓此事，为了不打扰前辈的清修，他特意下令让所有孙家修士不得迈入此地的方圆万丈之内。如今他们3大家族皆是下场针对天行帝国。孙启明后来一调查得知，原来是王林的儿子所创建的，他差点没直接吓尿裤子。要知道孙家如今能够称霸整个冉云星，王林可是有着非常大的功劳，人家现在正在陪着自己的儿子玩一些过家家的戏码，他们这一群小卡拉米再不知死活的掺和进来，恐怕连怎么嘎的都不知道。别说人家仅是要当个皇帝了，就是要当孙家的家主，他孙启明也不会有半句怨言的呀。因此在他的介入下，3大家族皆是纷纷退出了这场凡人界的争斗。自此王平便轻而易举地拿下那2大帝国，从而让天行帝国称霸了整个冉云星的凡人界。不得不说，王平能够有如此成就，得亏摊上了麻子这样的一个好爹啊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谁让人家是亲父子俩的呢？